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被无数人顶礼膜拜。为何最终选择回归女性身份？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后人对于武则天一生的是非功过众说纷纭。有人觉得武则天为了成功扳倒王皇后，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为了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先后杀掉了自己的2个儿子李弘和李贤。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地位不被动摇，她还杀掉了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和她的另一个儿子李显的一对儿女。武则天当政期间还重用酷吏，鼓励告密，对李唐宗室大肆屠杀，这样的行事作风未免太过狠辣。一些人觉得武则天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步步成为皇后，再成为女皇，不仅在政治上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更是提高了庶族韩氏的社会地位，开创殿试和武科举，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大力营建东都洛阳，开创了一个属于女性的红妆时代。武则天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这些谜团虽然直到现在还被学者们争论不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历史的疑云去窥测这位女皇的心路历程，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武则天。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的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集主讲人为您带来女皇武则天的故事。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她的闺名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称她为武则天，是因为在她死后，她被称为则天大圣皇后。我想好了，等泰山封禅之后，你称天皇，我称天后，我们统称双圣，共坐朝堂。武则天为自己改名为武曌，是因为当时她要日月凌空，二圣同尊。史书上关于武则天少年时代的记载较少，我们只知道她是荆州都督武士约的二女儿，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后来被唐高宗李治封为韩国夫人。武则天祖籍山西并州文水。武士约最初只是一个木材商，为了做生意四处游走。由于对机遇捕捉十分准确，眼光又很锐利，武士约依靠经商赚下了丰厚的资产。致富之后，他就开始投身政界。拥有精准政治眼光的武士约一下子就看中了唐国公李渊的政治威望与能力，决心跟随李渊大干一场。他下定了决心，把全部家资都用来资助李渊起兵反隋。在李渊取得天下之后，武士约理所当然地被封官授爵，一跃跻身于官僚贵族阶层。大唐立国之后，武士约不但被封为义元郡开国公，成为大唐重要的开国功臣，而且辗转各地担任要职。武士约的原配乡里氏死后，李渊亲自为他安排婚事，娶了出身高贵的杨氏夫人。杨氏夫人嫁给武士约时已经40开外，居然还能连续生下3个女儿，可见其生命力之旺盛。由于父亲辗转各地为官，年幼时的武则天随着父亲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天下。这种仕宦游历的生活，让孩童时期的武则天拥有了远远超越常人的见识。同时，我们从武则天后来的几次重要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她的性格中有很多像父亲的因素。最突出的就是不惧一切困难，敢于冒险的作风。武则天的童年是非常幸福的，虽然她是个女孩，但是父亲并没有把她当做一个女孩来养育，而是顺着她的天性，任由她像个男孩一样发展。在唐朝那个性别十分开放的年代，女孩扮成男孩外出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是武则天刚刚步入少女时代，就遭遇了让她非常痛苦的打击。父亲在她11、2岁的时候去世了。父亲死后，虽然杨氏母女的日子还过得去，但是向李氏所生的2个儿子，因为觉得杨氏受到了本该属于他们母女的富贵与荣耀，所以就对杨氏母女很不客气。可以想象得到，父亲去世后，武则天母女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时候的武则天心中应该很希望自己是个男孩，能够离开这个家，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不久，机会就来了。因为武士约的身份，也因为少女时期的武则天长得十分美貌，武则天被选进宫中。她的母亲杨氏非常伤心，觉得女儿才14岁就被迫进入充满争斗的后宫中，以后的日子一定很难过。但是少女武则天这时就已经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认为只要自己得见天子，一定会迎来自己想要的幸福。武则天这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是她走向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武则天被唐太宗封为才人，才人在后宫中的地位虽然不高，但是武则天一入宫就被封为才人，已经比很多女子都幸运了。唐太宗喜欢少女武才人，并给她赐名武媚，但是这种喜欢是很微不足道的。在美女如云、才女众多的后宫里，武则天想要得到唐太宗的关注，真的很不容易。其实唐太宗不喜欢武则天，倒不是因为武则天长得不算漂亮，也不是因为她不够有才华，而是因为唐太宗喜欢的女子和武则天的性格大相径庭。唐太宗喜欢的女人是长孙皇后那样贤淑温柔的性格，
在长孙皇后去世后，无论是李世民最为宠爱的隋炀帝的女儿杨贵妃，还是与武则天年龄家世相当的徐惠徐才人，都和长孙皇后的性格很相似。唐太宗这样强势的男人，绝对不会喜欢与自己同样强势的武则天。强势的男人希望女人表现得弱一些，这种弱并不代表女人的能力弱，而是在她面前表现得弱一些，以便激起她的保护欲。很显然，武则天不但内在强势，外在也很强势，让她表现得柔柔弱弱，可是太难为她了。为了得到唐太宗的关注，武则天其实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比如训狮子聪事件，武则天就表现出了很强势的一面。狮子聪性格暴躁，很难驯服，武则天就向唐太宗讨要铁鞭、铁爪和匕首，如果驯不服，就要杀死这匹马。武则天以为自己只要勇敢地站出来，为唐太宗解决问题，就会得到唐太宗的欣赏，却不知道唐太宗听了武则天驯马的办法，估计会大吃一惊。他想不到这个表面上温柔似水、貌美如花的女子，竟然有一副狠毒的心肠。刘晓庆版的电视剧《武则天》设计的情节是，唐太宗不仅让武则天亲自驯服了狮子聪，而且把狮子聪送给了他。关于武则天驯马的行为，正史中根本没有记载，唐太宗应该不会让武则天去驯这匹马，而且因为他这一次的行为，唐太宗很可能就此远离他了。唐3代后，女主武王。至于武则天做才人时，李淳风说出那个唐3代后女主武王的谶语，很可能是武则天上位之后，为了强调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帝王，故意编造出来的。但也不排除李逢春、袁天罡这样通天彻地之人，确实可以预测一些现代科学还没法解释清楚的事儿。女主即将称帝的预言，确实在唐太宗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贞观22年，唐太宗还因为玄武门守将李君羡受封的爵位是武连县公和武昌郡公，小名又叫做武娘子，而杀了李君羡。李君羡死后，武则天的危机暂时解除，但是此后武则天也不得不面对她人生中漫长的低谷岁月。在这段人生低谷的岁月中，武则天积极学习唐太宗最喜爱的书法，到宫中设立的学馆中去听老太监尖着嗓子讲课，并且向别人请教如何才能被皇上喜欢。但是一切的努力都看不到希望，直到李治成为太子，并因为唐太宗生病来到宫中侍奉父皇，武则天才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在唐太宗生病期间，李治一边精心地侍奉自己的父皇，一边和武则天私下定情。武则天这个时候已经26岁了，比李治还大4岁。李治也已经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而且李治的身边应该从来不缺少年轻漂亮的女子，为什么李治就偏偏喜欢上武则天了呢？这就要从李治自身的性格说起。因为被唐太宗和身边的奶娘保护得太好，也因为从小身体就比较弱，所以李治有很明显的恋母情节。当初长孙皇后去世时，李治哭得最伤心。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李治因为失去母亲很伤心，但这种伤心中就已经带有对母亲的过于依赖，表现出来的难以割舍。所以武则天身上那种被唐太宗所排斥的强势特征，在李治这里又成了被欣赏的特质。后来虽然因为唐太宗去世，武则天被送到感业寺做尼姑，但是李治对她始终没有忘情。对于这个时期的武则天来说，李治就是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一束光，她怎么会放弃这个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机会呢？这时候的武则天想必也是真心爱着李治的，因为有那首《如意娘》的情诗作证。看朱成碧丝纷纷，支离憔悴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16群。武则天与李治的爱情确实掺杂了很多政治因素，但是脱掉帝王的外壳，他们也是有真挚感情的。在唐太宗去世1周年的时候，李治去感业寺上香，与武则天倾诉真情。幸运的武则天还在感业寺的时候就已经怀上了后来被立为太子的李弘。这时无子而又不受宠的王皇后想利用武则天来争夺唐高宗李治的宠爱，于是就主动示好，把武则天接回宫中。再回到宫中的武则天，人生可就开了挂了，因为生下了皇子，武则天被封为昭仪。作为昭仪的武则天已经摸透了李治的脾气，并且开始在李治的允许下干预朝政。至于武则天怎样用极端手段斗倒萧淑妃和王皇后，这些对她来说都很容易。通常被人们提及的，也就是后代史学家在正史中有所记载的一件事，是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居然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个事件在很大概率上只是后人在历史的空间中想象出来，为武则天心狠手辣的形象加上的一笔虚构。其实王皇后作为一个多年无法生育的皇后，被废是迟早的事儿。武则天用不着用这样的手段去害她。最有可能的真相是，小公主刚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应该是得了某种快速致死的疾病，因此武则天有机会诬陷王皇后。而且这时宫中又同时传出王皇后用巫蛊诅咒武则天的谣言。唐高宗李治出于安慰武则天的目的，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就把王皇后废了，并且准备扶武则天上位。
其实废掉王皇后之后，武则天一开始并没有想马上做皇后，她想出了一个离皇后只有一步之遥的封号陈妃。但是册封陈妃的计划遭到长孙无忌和当时任丞相的韩苑以及另一位重臣来济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以武则天的性格，她要做的事是谁也不能阻挡的。这时，唐高宗李治也迫切地想要做成一件事儿来证明自己皇帝的权威，所以这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利用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长孙无忌在流放之地自缢而死，其余反对武则天立后的重臣也都遭到了清算。不久之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再次上奏，请立武则天为后。这一次，武则天顺利地成为了皇后。武则天虽然成为了皇后，取得了封建社会中一个女子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地位，但是她的野心却远远不止做皇后。从皇后到女皇，武则天还有更漫长的路要走。武则天将怎样成为空前绝后的女皇？对于她一生的功过是非，我们又该怎样评价呢？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